大家好，这里是子盛说故事，我是 Alan。安娜，你知道吗？全球目前面临人口老化、缺工和劳动力不足的困境。虽然 AI 开发出反应灵敏、接近人类智慧的机器人将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现阶段的机器人仍然显得笨拙且不实用，与人类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样还是不符合期待，怎么办呢？ Alan，跟你说这问题别担心，我有找到解决的方法。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紫薇圣人的紫粉，信仰紫圣多年，紫圣同时也是朗瑟林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方董不只是光子晶片专家，同时也是 AI 机器人设计专家，更厉害的是登上美国半导体杂志 Semiconductor Review 半导体评论11月封面人物。半导体评论是知名美国半导体行业商业与技术杂志，致力于为半导体产业的中高阶管理人员提供平台，分享他们在设计、测试、整合和制造半导体设备和应用方面的经验、挑战和见解。2024年8月， Semiconductor Review 杂志对方可成董事长针对多位原光运算晶片与皮米基晶片进行深度采访，并给予极高评价，力邀成为封面人物，并且荣获 Semiconductor Review 杂志2024年度亚太地区10大光量子运算公司。因此，我们特别专访子盛，为我们解说如何打造具有高商业价值的 AI 拟真机器人。请子盛为我们解说为何目前现阶段的机器人仍然很笨拙，不够拟真的主因。现今机器人的反应笨拙，主要是因为使用传统二进位0和1演算的电子晶片，演算速度不够快，所以机器人的反应难以达到接近人脑的反应。因此，我们势必需要拥有更强大算力的运算晶片，才能顺利发展多种人工智慧的应用，尤其是 AI 机器人。为了提升晶片算力，加快电脑运算速度，我在2019年就率先提出多位元光运算系统专利，这也是全球第一篇多位元光子晶片专利，目前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核准。运用多位元光子运算晶片，可以实现多位元高速演算光子电脑、光子 CPU， 以及打造具有高商业价值的 AI 拟真机器人。二进位电子晶片技术是现代计算的主流，但其性能提升逐渐受限。10进位多位元光子晶片在未来可能带来革命性变化，特别是在高效能和高密度计算方面。请子盛为我们说明传统2进位电子晶片机器人与10进位多位元光子晶片机器人两者主要的关键技术差异。1、2进位机器人，看世界是黑白与平面。人类一直很想要开发出拟真机器人，因为一旦拥有拟真机器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炒牛肉面的时候，只要人类先示范怎么炒，机器人立刻就学会可以自己炒。你也很希望这样，我也希望，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现在机器人主要是可以做简单制式化的动作与制式化反应，而不能做出拟真机器人的原因在于现今的2进制电子晶片运算速度不够快，无法同时处理很庞大的资料库，所以现在的机器人比较像电动玩具，尚未达到大家理想中的 AI 智能。再者，采用传统2进位0和1演算的机器人，其所看到的世界是黑白与平面，不易判断远近距离，所以2进位运算机器人难以帮人类开车。另外，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主要是安装许多感测器，例如光达或雷达等，感测器不断地感测与回报讯息，但是如果讯息被障碍，例如雷达遇到干扰电磁波的金属物，它就会发生反射、折射、乱射，此时感测器会故障，也很容易出问题。2、10进位机器人看世界是彩色与立体。我们的多位元光子运算晶片是最接近人脑的演算，可以依照使用者的目的来设计演算基础。举例来说，要设计一个仿真的 AI 机器人，这颗 CPU 或者说 GPU 就要有立体的感知能力，或者说图形识别能力，就必须用到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加起来刚好是10进位，这不是辉达这样的公司所能超越的。
因为他们仍然在使用0和1、2进位制，在制造他们专属的机器人。因此，一旦采用10进位光运算晶片的机器人，机器人的拟真程度会跟人类一样，拥有空间感与距离感，看到的世界与人类一样是立体且彩色。2.1 机器人的彩色世界光子晶片是多位元演算，根据光具有不同波长作为演算基础，例如运用红、蓝、绿、黑、白之5个基本色光的交叠构成彩色世界。当然，这只是比喻，真正的光子晶片因为都在几奈米之间，都是不可见光。但这样讲大家比较容易懂，于是我们让机器人从2进位的黑白世界进入人类的彩色世界。5种色光的导光与不导光刚好是10进位的基本单位，因此演算速度将会快上1000万倍。2.2 机器人的立体世界，例如可采用东西南北，再加上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总共8个方位设计。这8个方位用8个数字1、2、3、4、5、6、7、8代表，即将8个进位摆上。且例如8具有 8.1、8.2、8.3、8.4、8.5， 或者2具有 2.1、2.2、2.3、2.4、2.5， 这是距离探测，如此平面图形出现了。数字9和0代表上方与下方，如此立体坐标也出来了，这是一个立体的世界。10进位光运算 AI 拟真机器人以其高速运算、低功耗及强大的拟真能力，为多领域应用提供了革命性解决方案。随着技术成熟，它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请子胜为我们解说10进位光运算 AI 拟真机器人的应用与优势。一旦有了10进位光运算机器人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10进位光运算机器人的拟真程度可以跟人类一样，拥有空间感与距离感。底下列出一些10进位光运算机器人的精彩范例，跟大家分享。1、机器人保镖的时代来临。当10进位光运算保镖机器人的前后皆安装感知器、照相镜头，若有人要从背后偷袭它，机器人会立刻转身，甚至挡子弹也能够立即侦测，尤其是人类肉眼无法察觉的，透过机器人的镜头放大、缩小，侦测四周可疑人物，可立即发现恐怖分子藏身何处，成为专属的贴身保镖机器人。2、超越达文西手臂的 AI 机器人，可以进行精密手术。一个10进位光运算机器人被制造出来后，只要输入不同的指令，它可以做不同的工作。举例，机器人应用在医疗上，可以协助拔牙，实现精密外科手术。因为机器人有远距感，多近多远都可以探测精密定位。程式写好，比被精准的时候，牙齿在哪里就可以拔牙，拔牙力道是根据马达转速就可以拔起来。目前的机器手臂没办法开心脏手术，由于无法判断远近距离，无法分辨颜色，没有立体图形。可是当你的机器人程式设计有立体感的时候，就可以开心脏手术，因为机器人看到的世界和我们人类的世界是一模一样，它知道远近距离轻重，所以可以执行精密手术。此外，哪怕是做出第1代具有光运算能力的达文西手臂，全世界都跟你采购，所以不一定要制造整个机器人，即使做机械手臂都可以打败全世界。3、机器人代驾车，会思考的智能车10进位光运算机器人能分析远近距离。人类有疲劳驾驶的现象，但机器人不会有打瞌睡的问题。由机器人开车，不必在车上装上特殊感应器，只要人类能反应的机器人都能立即反应，甚至反应速度比人类更快，因为演算速度超越人类。人类驾车需注意后照镜是否有人超车，机器人则透过身上后面的眼睛照相机即可测距。
当掌握后方有车辆异常靠近时，机器人懂得开车远离，这比用雷达探测快速多了。4. 全方位智能型贴身看护机器人。10进位光运算智能型贴身看护机器人会计算距离，喂食时会精准喂到嘴巴。当病人手伸过去时，机器人会开始计算手需放在什么方位，距离多少，到达哪里停止。由此可知，10进位光运算机器人相当具有商业价值，还可以疏解全球人口老化、缺工、多种行业劳动力不足的困境。听完子胜精彩的解说，不禁佩服子胜智慧高超的专利。安娜，你看看，这样完美的机器人能应用在生活中有多好，解决了当前面临缺工的问题。还有啊，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贴身保镖机器人刚好就可以保护你，这样你也不用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是不是非常期待未来完美的机器人来临啊？对啊，真的好期待。谢谢收看本期视频，喜欢我们子胜说故事的朋友，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